明就不是讲晶片，硬要说它是晶片。中国航天科工2院2级技师所磨出的金属片，精密程度呢用特殊仪器才能检测出来。钽金属用于航天科研的上面。看到中国这样晶片发展，我就放心啦。晶片炼金术，跟毛主席的大药竟是如出一辙，487爱心一颗，扛住200斤，走路上火星，有押韵呢啊！笑话大国遥遥领先，尽可能的用最粗暴、最简单的言语去嘲笑中国。就算断章取义，明明人家磨的是坦片，硬要说他是手搓晶片技术，他是故意不知道吗？他肯定不是故意不知道，但是他的观众都相信了。还是最可怕的事情，无知并不可耻，无知还敢大声嚷嚷，这叫可笑。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中央专媒曝光了一个中国航天科工2院2级技师叶辉所磨出的金属片，其表面粗糙程度可达5奈米级别，精密程度用特殊仪器才能检测出来。央视呢镜头呢也是在看他怎么去磨，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人头很痛，你知道吗？首先呢，我也是蛮佩服这个486先生总是能找到点上啊。首先人家讲的是什么？是研磨的是金属片，是这种钽金属，这个少数金属的部分。那钽金属用于什么呢？用于航天科研的上面，包括呢哈勃太空望远镜镜片也是磨出来的，大家知道吗？哈勃的镜片当初是手工研磨的，比电脑还要好，马上有人讲出来啊。而且人家这个是拿来做航太工业不是拿来做晶片明明就不是讲晶片，他硬要说它是晶片。好，那只是说微博网友说徒手戳晶片实锤了，这笑死人！这是微博网友所讲出来的话。图派当中的智慧灯塔他好像说中国研究手戳5奈米晶片，全世界震惊！我之前公开说过，中国共产党就是不要脸的白痴，能跟他们抗衡的只有中国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图呢丢进去搜寻，就一搜寻的跳出来就原来是风传媒在5月11号下午呢7点25分的一个报道。事实上呢，它根本不是晶片，不是芯片。我这边为什么呢？我们的标题用芯片因为毕竟中国称芯片，台湾称晶片，因为讲中国报道，所以我们就尊重用中国的用法。好，其实磨的是什么？金属片。为什么这篇报道的重点会是在手造晶片？事实上，航太类的东西、航空类的东西，不管是飞机或者是火箭、太空梭等等的，它都是手搓的。当然它有车间，然后它也有这个工作的东西就是它都有这些东西，但是它事实上因为它没有办法做到机械化全自动产业链量产，所以为什么飞机这个它的订单你看它常常排的，因为它就是工人来，那只要工人一停，它很难再继续。为什么？因为它是有大量的人工，然后搭配机器去组装出来的。太空望远镜是镜片是磨的，包括呢刚才讲到了微博太空望远镜，这是哈勃太空望远镜的下一代。它这个所有的镜片，每一块镜片呢，这个上去之后呢，这个调教电脑可以调教没错，但是也需要人工对去参照这个参数做精细的动作的调教，这个是航空太空产业的一个常态。那我不知道这么简单的一个图片，你只要按最简单的叫做 Google 图片搜寻，按一个右键，这则新闻就跳出来了。但是呢，就算到了这种程度呢，我们睿智的486先生他就是重点这个手搓晶片5奈米技术。这篇报道通篇没有5奈米晶片技术好吗？他讲的5奈米金属片坦片的5奈米，他是不是想到奈米就想到晶片自动连结？大陆国民党、大陆民众党、大陆新党、大陆统促党再加上个中国统称中国大陆对吧？中国吹牛逼的超能力又出神入化了再来呢？看到中国这样晶片发展，我就放心啦。哎呀，真的隔空抓药晶片炼金术应该是发现走正常路子已经追不上人家了改走梦幻制程才能弯道超车那小说家也有题材可以写了。跟毛主席的大药竟是如出一辙还获得了这个487爱心一颗终于有正义之士这样跳出来，你知道吗？这个叫 Jack 的人他说去看看原文这是故意扭曲事实干嘛叫醒他？对，又有一个正义之士
这也有多蠢才会相信呢？好，然后为什么要给他按一下？你这是不是工读生按的、啊？这是随便乱按的啊！跟你打赌啊，12亿的中国人都会相信，那你知道有多少蠢人会相信了吧？好，再来呢，这个又是正义之声啊！我是没看到12亿中国人会相信，但我看到底下不少留言相信了，哈哈哈！干嘛？这里有很多正义之士哦，这边呢按了12个赞，干嘛嘞？所以来这边找乐子的人也不少，你知道吗？真的是每日一笑啊！应该是真的。你这个威廉啊，你可以磨出5奈米的东西，但煮不出5奈米的程式。这是在攻三小，看不懂。好，再来。欧阳大妈说能够手刻7奈米，手抽5奈米也是很正常啦。下次就算某大爷拉出一坨2奈米，也不要太惊讶了啊。他真的很相信帮你按个赞。所以我才说啊，486先是高级乐子人，你知道吗？他看这些乐子人被他当乐子笑，然后我们再看乐子人的乐子，哎呀，这个就形成了完美的产业链哈。然后你看哦，这个不错哦，有创意哦啊！荷兰有艾斯摩光刻机啊，中国有艾斯摩手刻机啊，艾斯摩手刻机啊，顶尖对决，还有这个看。没戴手套直接上手抽是怎样啊？一堆手毛汗屑，皮肤这也太脏了吧！中国牛逼啊！遥遥领先呐、对吧？原来是笑看中国啊！原来是笑看中国，好，笑看中国一只狗啊，那没有错啊，很好，扛住200斤，走路上火星，好，还有押韵呢，非常厉害啊！笑话大国遥遥领先。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相信他们真的非常相信。还有看这个，让我10年前在台湾的中国人手抓隔空抓药，现在手抽晶片，我只能给他赞，还能怎样？果然是神抽，什么都不奇怪啊，不错啊，连 EUV 都省了，自欺欺人很爽啊，因果还得自己担啊。虽然我走研磨4个半月，但我真没听过什么叫做徒手戳奈米单位，除非你眼睛够好，奈米显微镜够好，且专注力够强，不然是滑稽之谈。半吊子还是不要出来讲话讲得太大声吧其实你可以发现我们这样一路这样看下来很关键的事情就是第一个他通常抓了一个新闻他就给你断章取义，而且他断的点都一定要有个跳痛点。什么跳痛点呢？尽可能的去用最粗暴、最简单的言语去嘲笑中国。今天呢，就算断章取义，明明人家磨的是金属片，磨的是坦片，他硬要说他是手戳晶片技术，他是故意不知道吗？他肯定不是故意不知道，但是他的观众都相信了，所以这其实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无知并不可耻，但无知还敢大声嚷嚷，这已经不是可耻，这叫可笑。无知大声嚷嚷还笑，明明知道道理的人是无知，他们其实是一群很可悲的生物，他们真的生活在一个他们认知的这个世界里面，他们觉得他们的认知是正确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机器研磨方面呢，像这种基础片方面，用这种手戳或者是航太产业里面，用这样的手工去制作一些高精度的东西，并不是不可能。而且呢，他也不是用肉眼看好吗？那刚才有一个什么4个月进入什么奈米进入研磨行业的，他说手这个当然全程都是用机器去监控的，好吗？怎么可能用人眼去看？人眼去做的只是做精细调教的步骤。可是这很好笑的事情是，当你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但是呢，这一群人显然呢，他不是精神不正常，而是他是活在了一个精神时光屋里面。那可是在这个精神时光屋待久了之后，他显以见得跟正常精神世界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所以任何正常世界所出现的物理的新闻，哪怕眼见他们也不见得为凭。但就像什么，就像前阵子大家记得无人机的时候，赖清德去参观无人机国家队的时候，明明现场就出现一台 Made in China， 这些人就不会去笑那一台 Made in China 的无人机国家队的东西，而是一本正经的听着这些绿色台派教主告诉他们，或者是那个无人机公司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做这个叫做飞鸿转移，还发明新名词飞鸿替代。我们先买进来，因为中国太可恶了
啊，中国垄断无人机市场，大疆全球市占率7、8、9成。哦，现在到底大疆市占率是几成啊？9成是不是？哦，在某些领域已经达到9成了嘛？好，那太可恶了，是大疆的错。大疆怎么可以把我们的市占率搞那么高，害我们无人机做不出来？所以我们先买它的无人机，买来之后呢，我们再做用飞鸿替代、飞鸿转移，把它改变。他们现在的这个世界观里面呢，它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如果真的今天这么可笑的话，那请问一下，中国的天空战是怎么打上去的？中国的神舟火箭是怎么打上去的？那华为的晶片是怎么做出来的？可是我跟你讲，他们永远有方法讲到啊，华为那个是透过偷买的啦。中国的空间站我们叫太空站嘛，那个是这样偷抄美国人图纸的啦。中国的火箭那个也是抄袭的，那个是苏联人教的啦。他呢永远都能够告诉你找到就是一个说法。那这些说法它是很破碎、很零散的。那你说他们怎么没有停下来去思考，到底这些说法是真是假呢？这就是关键了，因为他们每天都有新的养料啊。你看我觉得很佩服。我最近做了这个486生态观察嘛，我每天就去看他的社群，那看着，看出了一些心得来了。他不见得每天会都发嘲笑中国的，很多时候他也发嘲笑就是国民党或其他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发表。但是呢，每隔三差五，至少1-2天，2天以内的频率，他一定会发一个嘲笑中国的。那这就破解了一个什么点？如果我今天都收到这些中国资讯，都不好资讯，我相信我觉得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习近平就是个蠢蛋，没有错。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当这个你没有新的一些笑话资讯进来，然后你看到怎么大家都在报，然后物理现象上面的慢慢在改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出现怀疑的精神嘛。但我告诉你，如何让一个人不会怀疑，那就是持续的喂他新的东西就好了。所以呢，他就一直丢新的，一直丢新的，一直丢新的，他一直丢，然后所以就形成了这个我们最近大家都很喜欢看的生态观察的养料，因为实在太荒谬、太荒唐了。但他每天干，他每天做，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扯。但是再怎么扯，他就是这样干，你能怎么办呢？对不对？他不断的创造新的笑话点，不断创造新的资讯点，那这些人呢，信徒就一直跟着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不对？好，要不然就开花了你好，我好中国烂，好像这样子。